我们要出国玩喽！那这次要去日本大阪5天4日游。那我个人觉得我是找饭店的达人，每次找的饭店都让旅伴赞不绝口。你讲对不对？那这次5天4日游，我会住4间不同的饭店，包括交通位置超赞的大阪洲际酒店，日本第一间的 W Hotel、W Osaka， 一开幕就造成大轰动的大阪康莱德酒店，这次旅行最重要的目的地安麦一木。希望对于近期内也要去大阪旅游的朋友们，在饭店的选择上更有参考的价值哦。Hello， 大家好，我是乔纳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我们要出国玩喽！那这次要去日本大阪5天4日游。出国旅行的时候，通常都是排非常惬意的行程，那主要就是住当地的高级饭店，还有吃美食为主。饭店的选择上，我通常都会选比较新开的，即使是非常高级的饭店，开幕已经15年以上，无论在饭店的设施啊，还有房间，都会有稍微老旧的感觉。那住起来的舒适度还有爽度都不会那么的高，然后再加上我待在饭店的房间其实相对都蛮久的，然后所以一定要有很美的游泳池啊、健身房，然后还有很漂亮的 view， 这样我就不用再跟人家人挤人排队去看夜景，因为我饭店房间的景色就更漂亮咯。那我个人觉得我是找饭店的达人，每次找的饭店都让旅伴赞不绝口。你讲对不对？因此，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喜欢在饭店耍废的朋友，绝对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我开箱超美饭店的影片咯。那这次5天4日游，我会住4间不同的饭店，包括交通位置超赞的大阪洲际酒店，2021最新开幕日本第一间的 W Hotel、W Osaka， 然后还有2017年一开幕就造成大轰动的大阪康莱德酒店，以及我这次旅行最重要的目的地安麦一木。那我会把每一间饭店做成一集完整的开箱影片，然后希望对于近期内也要去大阪旅游的朋友们，在饭店的选择上更有参考的价值哦。那就跟我们一起去玩吧 ，Let's go！那我们到了大阪，现在在大阪的关西机场。大阪关西机场是在1994年启用，当时是世界第一座的海上田路的一个海上机场。大阪机场到大阪市区的主要交通总共有3个，就包括了立木金的巴士，还有 JR 铁路。JR 跟巴士的话，交通时间大概都在1个小时左右。坐巴士的话，可能就是会依照你是否在巅峰时刻坐，会有一点点的差异。搭立木金巴士的好处就是会停靠很多的饭店，而且保证有座位，还可以放你的行李，所以就可以上网查一下，看你住的饭店是否有巴士可以通过。如果有的话，我会建议搭立木金巴士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我们住的饭店是大阪的洲际酒店，刚好就是在梅田站附近，也是在它的新阪急饭店，它刚好有停靠，走路大概几分钟就到了，所以今天就决定要坐巴士前往，去巴士站看一下吧。从第一航厦的出口出来，可以看到立木金的巴士其实就刚好在外面，因为是要去大阪车站，在5号的乘车处。那5号乘车处刚好它的对面就是可以买票，还有它的一些 information 的 center 都在这里面，非常的方便。那他买票的话，也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用现金买票都可以。那因为我们这次去跟回来都是必须要坐立木金巴士，所以我就买了往返的车票。它也有单程的或者是当天来回的，所以都可以依照大家的需要来做选择。车子刚好来了，那我们就准备上车咯。我们到洲际酒店的入口咯 ，Grand from Osaka 的 GFO 的这个商业复合大楼入口是在1楼 ，check-in 的 lobby 是在20几楼。那我们等一下准备坐电梯上去，那就跟着我们一起进 check-in 吧。We want to make a video here for a second, and then we'll just go up there for check-in. Okay, thank you so much. 进来之后竟然别有洞天，它虽然入口小小的，但是它这个一厅非常的大，而且
是用大理石雕刻很多石材，感觉就是低调奢华，非常的漂亮。我们到了它的 check-in lobby， 然后它 check-in lobby 是在20楼，整个空间挑高，非常漂亮。再加上它就有大片的落地窗，不过因为今天天气太好了，所以它的窗户就用窗帘遮起来，比较没有办法透视到后面的大楼。整体的色调它是走比较稍微活泼偏一点日系浅驼色的一个装潢的风格。它虽然是2013年就已经建好，但是当时我相信它也是大阪非常漂亮的饭店。不过现在看起来确实是就有一点 old fashion， 因为已经过了10几年，但是整体还是蛮不错的。那就让我们来房间看看吧。它房卡非常有质感，也是木头的，很漂亮。我们今天住的是25楼的21号房。来看看房间长怎么样吧。这次订的是 One King Premium City View， 它室内的话大概有15平左右。那洲际酒店的房型，它最基本的就是12平起跳。其实，在日本这种寸土寸金的饭店业来讲，它算是平数都算是蛮大的。那这次我们是15平，虽然不是住套房，但是整体的空间感还是蛮不错。那就大家来看一下。进门之后，左手边就有一个很大的 walk-in closet， 我们的行李箱他们就已经先帮我拿上来了。保险箱啊、洗衣袋啊、斗啊，还有放浴袍的地方。那这个空间其实很大有一个小小的椅子可以让你在那边换鞋子。这边看起来至少也有1平了。那接下来它的右手边，我觉得这个房间最漂亮的地方就是它的浴室。浴室其实我觉得很漂亮的地方，是因为它用了很多的大理石。那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大理石石材的这个设计，再加上它又是通透的。虽然它这边没有 view， 但是因为它直接是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外面的景，所以感觉上好像有更开阔的感觉。一样的，它就是有干湿分离的部分。那而且日本其实饭店都过不去。日本的饭店其实马桶都会自己有一间，这样非常好。就是如果一个想上厕所的时候，另外一个他想要，只是可能要用洗手台啊或者洗澡，就不会互相干扰。看看它是不是迎宾马桶吧。Oh no！ 不理我，竟然还是只是一般的免治马桶。因为免治马桶基本上在日本应该是标配。那因为这一间不是套房，所以它的洗手台就是单洗手台，所以比较可惜。如果说2个要一起使用的话，就会比较不方便。不过它的备品都用的还不错，都是用非常高级的 Byredo，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念对，但是这个品牌就是它也是属于非常高端的一个香氛的品牌。洲际酒店它都会用这个牌子，那洗起来都非常的香，另外皮肤都非常好。那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镜面，也可以欣赏美妙的身材。再进来的这边就是分离式的浴缸，那这浴缸看起来深度还蛮不错的。大家要去逛街，所以逛完街如果说脚酸回来，晚上就可以泡个澡，非常的舒服哦。介绍完浴室就进来看它室内的空间。那先可以看到这个柜子很特别，做的蛮漂亮的，放 mini bar 茶水跟咖啡机还有茶壶的部分。那它的 mini bar 有很多饮料啊，还有可乐等等，不过看起来就是要钱。那咖啡机的部分，它就是胶囊咖啡可以供使用。那我觉得它做这个柜子做的还蛮漂亮。柜子的下方的话，第一层的话就是放了很多的酒啊、饼干啊、甜点等等。第2层的部分就是放了比较多 in-room dining 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的一些餐盘啊，还有餐杯啊。再走进来看到它小小的办公区域，那感觉就是给一些商务人士啊，如果来这里就是可以他需要开会啊，或者是公司没有办完，或者有些 YouTuber 要来剪片等等，他就给了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空间。在这个桌子的旁边，我觉得它这个石头非常漂亮，因为它是真的是用原石。洲际酒店这一间，我觉得它整体的色调都是比较偏有点咖啡驼色的一个系列，所以它的石头也是比较偏卡其色。不过这个石头它用的是原石，所以整体就很有分量。上面再放一个茶具，相信如果有爱喝茶的，用这样子感觉就非常有气氛哦。在它旁边就是有看到一个 Panasonic 的大电视，对，更旁边的话，它附的一些迎宾的点心。刚刚有吃了一个，我原本以为是果冻，吃起来其实有点像豆沙米的一个比较偏软的，还蛮好吃的。旁边这里就有一个皮的沙发椅，相信就是如果说有朋友来这里聚会啊，可以坐在这里聊天，感觉蛮不错。所以除了这个沙发椅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绒布的沙发椅，但是这个绒布沙发椅设计就更不错，因为它就可以直接看到它的就是旁边的这整个的 view。今天天气真的蛮不错的，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就有看到一些小山丘，那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山，那如果知道的朋友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那接着就来躺躺看他的床好不好躺吧。1号是躺员，他的床还蛮不错的，软硬适中，不会太软也不会太硬，因为我其实比较偏好偏软的一点的床铺，虽然没有到非常软，但是我觉得也还不错。换你来躺躺看吧。2号是躺员，如何？这个就偏硬的床，就来慢慢讲。所以你比较喜欢偏硬的。对啊。开箱完房间之后，就要准备来去运动咯，顺便开箱他的健身房，然后还有游泳池给大家看吧。Let's go！ 我们来运动咯。那这个健身房比我想象中的大非常多，除了比较常见的有氧设备，例如像跑步机啊、滑步机啊、脚踏车，最棒的是它的重训的器材也非常的多，像我现在用的这个绳索机啊、哑铃啊，还有杠铃啊等等，设备都非常的齐全。所以超级棒哦，对，然后还有瑜伽室，几乎应有尽有，而且占地非常的大，所以在这里运动真的是非常的舒服。运动完就全身是汗，就准备去游泳池泡泡水，舒服一下咯。它游泳池非常的大，但是蛮标准的很大的泳池，而且最棒的是它是温水游泳池，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 SPA 池，整体就是非常的舒服。游完泳就要去吃饭了。我真的很喜欢日本的泳池，旁边都会有这种热水的 SPA 池。虽然说它是温水的游泳池，但其实相对还是水温比较低一点。游完泳之后，然后我来泡这个热水，真的是超级舒服的。健身完，然后又游完泳，超饿的。那今天晚餐就点在洲际酒店里面的 No Carb Restaurant， 那它是属于 buffet 式，在这种肚子很饿的情况下吃 buffet 是最棒的哦。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的菜色怎么样吧。我们进来餐厅咯，这间餐厅非常的气派挑高，我们又坐在窗边，然后就看着大阪的夜景，非常的有气氛。那原本我以为它是buffet 的餐厅，但其实它是 semi buffet， 它还是有一些沙拉吧的部分，就是包括像面包啊，或者是沙拉的选择，自选就是主菜有鱼啊，还有和牛，整个的用餐的环境也是非常的好。那今天客人相对也没那么多，所以就不像说一般的自助餐厅就是非常的吵闹。但因为它是 semi buffet， 所以它的沙拉是可以自取，沙拉就用了它的生鱼片的蔬果沙拉，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威灵顿的肉派，试试看好不好吃吧。生鱼片非常的有嚼劲，就是非常的新鲜。再试试看肉排怎么样？肉排的肉味非常的浓厚，然后肉又很软嫩，非常好吃。主菜上咯，那今天点了2道主菜，一个是季节鲜鱼，那另外一个是神户牛佐板栗贝。今天的季节鲜鱼是湿鱼，那看起来非常的漂亮，而且它其实鱼肉还蛮大块，贝还有再加上就是神户牛还有金菇猪的这个组合，它不知道是不是辣的，等一下来试试看。它肉质非常的有弹性，然后不是那种很松软，然后吃起来就是感觉比较新鲜的感觉。寿司是用比较有点类似味噌酱，吃起来整个调和起来就很日式的风格，我觉得是还蛮好吃的。这道菜就比较西式的做法，类似像焗烤，酱的部分是比较番茄，有点微辣，干贝的部分非常有弹性，也是非常的新鲜。神户牛就是真的是超好吃的。所以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吃？我个人觉得这个偏西式的比较好吃，因为它整个的口味更浓厚一点，然后更奶油味，然后是我比较喜欢的味道。哇，吃饱饭最棒的就是要饭后甜点哦。这边甜点的选择很多，主要都是以草莓的为主，包括草莓塔，然后草莓蛋糕、草莓奶酪，应有尽有，然后再搭配一个就是英式的伯爵茶。这间餐厅我给相当的高分，因为它整体的餐点的水准，然后服务，然后还有整个餐厅的氛围、装潢啊等等都非常的不错。那推荐大家如果有来洲际酒店的话，可以来这一间吃吃看哦。大家早安，今天因为我们要去看卖衣物，所以非常早起床。现在就来吃早餐，它早餐的选择也是蛮多元化的，所以有包括了西式早餐，就是像火腿啊、香肠，然后还有中式早餐，还有日式早餐跟面包、沙拉区。我觉得它很棒，它日式早餐融合了很多比较特别的东西，包括像在大阪就有它的大阪烧，然后还有就是它的一个拉面吧，蛋卷必须要用单点，每个人都可以点很多份，就是没有限制。然后还有我拿了烧麦啊，还有刚才提到的章鱼烧、剥皮辣椒鸡，然后还有沙拉。那我们就来看看好不好吃吧。那先吃吃看它的特色章鱼烧的部分。它章鱼烧是偏软的，然后里面就是包的馅，除了章鱼以外，还有就是很浓厚的奶油的味道。吃起来跟台湾的章鱼烧蛮不一样的。你为什么那个要吃掉？因为我觉得它的太浓稠，然后太糊了，
就是而且很软，不像台湾的有些章鱼烧是很 Q 的，感觉就很像在吃面糊一样，所以不是我的菜。那我们就继续吃早餐，晚一点就要退房前往阿曼伊木了。在退房之前总结还有就评分一下这一间大阪洲际酒店。第一个交通便利度的部分，大阪洲际酒店刚好就在梅田站附近，而且就是在 GFO 的商业复合大楼上面，所以交通非常的便利，周围有许多的商店啊、餐厅啊，还有百货公司，逛起来也是非常的轻松。所以交通便利度的话，我给它满分5分。第二个饭店的房间及设施的话，那因为它该有的都有，包括健身房超大，然后游泳池也是标准的。然后还有桑拿，房间的部分它其实也是非常的大，它最小的就以12平起跳，在日本的这个饭店房间来讲都算是很大的。不过因为它就是2013年就开幕，所以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地方有点老旧，譬如像木板有年代的痕迹，再加上它的一般房型的选择较少，就只有 Classic Premium， 然后再就是很像住之家风格，不是我很喜欢的，就是 Suite。因此饭店设施的部分我给它4分。第三个服务的部分，因为他们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都非常好，而且英文都很流利，所以在这边我给他们4.5分。再来是价格 CP 值的部分，那我这间房型它日币是10万多块，换算台币大概2万多，但是它是基本的房型，再加上年代稍微久远一点，所以说饭店的 CP 值，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可能觉得不会太高，所以我给它4分。最后一个就是个人主观的住宿体验，那这个就是住下来我自己的感受，不论就是氛围啊，还有我整体对这一间饭店的喜欢度，非常的主观。这个部分就是我给它4分。这5项整体平均下来是4.3分，就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咯。现在就要退房，然后前往我这次旅游目的最重要的安曼伊木，非常的期待。那下一集也会帮大家开箱安曼伊木。大家不要忘记订阅、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咯。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拜拜。